不仅是给他妈妈买了一个手机是吧，还给有的时候还给他那个爸爸啊买衣服，给他妹妹买玩具啊，就是他自己一家人嘛还行。像他那表姐啊、表妹啊那些远房亲戚也都算在内，也要我给他买。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名叫小赛，说起女友小童对自己那些不成文的要求，他是一脸的委屈与无奈。其实在两人刚开始恋爱时，女友就总是用各种奇葩理由让他买这买那的，因为深爱女友，他次次都做出了妥协，但女友却愈发的变本加厉，最近更是狮子大开口的让自己承担他们全家的消费，这让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的小赛感到恐慌。忍无可忍下，他向小童提出了分手，但小童不仅不同意，还找到节目组讨要说法。一上台，他就倒打一耙，指责起男友小赛。哪个男生不为女生恋爱当中花点钱呢？我虽然是第一次谈恋爱，但我看好多恋爱攻略都说，男人能为女人花多少钱就是有多爱她，女人不狠，地位不稳。那你说说我怎么花钱大手大脚？好家伙，这话让小童给说的可以说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怎么的，他是觉得引用点鸡汤语句就能把自己的行为顺理成章合理化吗？看到女友还这般理直气壮地质问起自己来，一旁的小赛可谓是直接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控诉起女友之前的过分行为。他第一次过生日，逛商场时候看到一条水晶项链，那上面就标价1500块钱，我说那个项链太贵了，然后那条项链特别贵，我感觉有点不像我们大学生消费的那个群体消费的水平。听到男友提及此事，一旁的小童不知是心虚还是怎么地，直接打断了男友给自己辩解起来。不是主持人，1500块钱也算贵呀？那你说说什么叫做便宜呀？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呀，朋友们都看着呢。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这小童这小年纪口气不小呢，1500感情在他眼里是很便宜吗？听到这，连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觉得他有点过了。然而一旁的小赛表示这都还不算什么，随后他便讲起了这件事的后续。只要他开心，我就乐意为他付出，乐意为他买嘛。然后当时口袋里钱也不够嘛，就找那个朋友们借钱，当时给他买下了那个水晶项链。当时他开心坏了。可惜的是，就是等他生日那一天嘛，他说他要过生日嘛，从我这里拿几百块钱，拿几百块钱可好，我在宿舍等他整整一天，他拿那钱跟他那些朋友们一块吃喝玩乐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宿舍里了。小童这是什么迷之操作？之前还声称1500块不贵的他，难道连几百块都要向男友伸手要吗？再者说，拿着男友的钱却背着他去请别人吃饭，把男友一个人扔在宿舍吃泡面，他是咋想的呀？真的不会内心有愧吗？然而人小童还真就没那负罪感，面对男友的控诉，他还不服气的当场跟男友理论起来。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呀？你这么说想让我是什么人呢？生日前2天我肚子疼，给你发短信不回，打电话不接，我宿舍的给我买药，我吃了躺了半天，你跟我说你忙呢，因为对男朋友我安心嘛，你时间不花给我，你这么冷落我就不能冷落你一次吗？那天我在打工嘛，因为给人家正在做家教，都已经很晚了嘛。后来看到他那未接电话之后，回来之后赶紧给他打电话，通过跟他宿舍的人了解情况之后，我就不信你忙了连回个短信。确实是我错了，回去那天晚上赶紧给他打电话道歉，我以为这事儿就那么平息了呢，结果人家还耿耿于怀，接二连三的后边给他朋友一块吃饭啊聚会啊，就根本就不叫我。别管我有没有时间。讲话公平一点好不好呀？每次我都叫你一次你忙，叫你一次你打工呢，我都老是热脸贴你冷屁股，我都贴得我心寒了。我都看着两人都个直己论个说个的，一旁的主持人都有点凌乱，有点分不清这是究竟是谁有错在先了。对此便当场捋了捋。他不是说拿了你的钱跟别人吃饭而不叫你吧？还是就是人家吃饭不带你吃？一开始是叫我，但是都是因为我有事儿，我在打工嘛。那他动不动跟我要钱，我不能说不给吧，因为我动不动就要钱啊？对呀，干嘛呢？就是一些吃饭呀、叫逛街呀都要去啊。他原来买衣服都是从网上买，自从跟我好上之后，慢慢就是动不动就拉着我去逛商场，每次逛商场还大包小包。我的天，听到这，再想想小童之前说的话，还真不能不感慨下，小童这颠倒黑白的本领练的是真强啊！明明是她的物质欲，把男友逼得得不停打工做兼职养她，现在竟还反咬男友不陪自己，这她是脑干被抽了还是咋地？而且她这哪是谈男友啊，她这不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取款机吗？这不过是能做成这样，也就意味着小童人可不认为自己不对。这不没等男友说完，他就又再度现场大言不惭扯起了自己的观点。男女朋友逛个商场怎么了？再说张小娴说了，欣赏一个女人的美丽绝对不是从她美丽的灵魂开始的，你女生外表必须得漂亮，女人不是男人的面子吗？我打扮漂亮还是为你好啊，你照顾你的面子，你现在哪个哥们儿不说你福气好呀？哎呦嘿，小童这花别人钱还有理上了这事，这说个话还到处引经据典的，但这话能是这么解读的吗？
人张小娴是说过，女人得灵魂与外貌兼备，但人没教你通过压榨别人来冲自己体面吧？见女友还搁那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一旁的小赛不禁有点委屈，便忍不住当场向主持人控诉起来。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你得照顾一下我的经济实力，是不是？我的钱包一天天的那样，都厚不起来。等于你们俩经常要逛街去购物是吧？对，逛街购物给他买东西也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感觉有点无理取闹，我感觉那有一次吧，然后是周末，我胃特别疼，就说我这个胃特别难受，我不想去了，咱们改天再去吧。啊，立马就火了，就跟我闹。这真是不得不怀疑小童这谈恋爱的动机了。在男友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不给予关心，对其嘘寒问暖就算了，竟只为了男友就此不能陪她逛街便跟男友闹，这多少有点无理取闹，也有点过于自私了吧？听到男友提及这事，按理说是个人都应该会有点愧疚之意吧，但人小童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还当场指责起男友的不是来。那网上都说爱情谎言就是从逃避开始的，他一开始老是说他打工忙啊什么的，后来我一叫他去逛街，他又跟我说这疼啊那痒啊，我根本都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听到小童嘴里又蹦出来一句他认为的格言，饶是见多识广的主持人都不禁好奇起他到底是从哪背了这么多格言啊。不过我那天姑娘，你背了多少这种爱情格言？不是呀，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他老是没时间陪我，所以我都不知道都是为嘛呀。然后我就上网啊，书上啊，然后那个空间里啊，心灵鸡汤啊，什么都看看，然后就感觉他就是爱我不够。不得不说，有时候这毒鸡汤还真是害人呢。就像在小童身上，也许这些语录只是他隐藏自己自私虚荣的利器。不过凡事不可说太绝对，但男友小赛接下来的话还真就验证了事实就是这样。那天嘛，不是说特别难受嘛，后来我说那算了，要不然我给你钱，你去拿这钱跟你朋友一块儿去逛街吧。那才高兴了。这真不得不吐槽下小童，怎么低给钱就开心，不给钱就吵架，这是几个意思？活生生把恋爱当成啥了？这是。说到这，小赛是越说越委屈，不禁继续向主持人控诉起来。结果我给他400块钱，一下我就进去了。那钱花你身上，我也开心，我也乐意，是吧？毕竟她是我女朋友。但是人家说那钱不仅是花在她身上，好多都花在她那些朋友身上，给她朋友们买这买那的。好吗？感情这是拿着男友钱冲过去了。不过她是认为男友的钱不是钱吗？同为学生，难道她会不知道这钱男友挣的有多辛苦？还这么大手大脚的挥霍，是真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得这人脸皮厚起来，你还真拿他没辙。这不面对男友对这事的控诉，小童还舔着脸狡辩起来。我关键是那天我朋友没带钱啊，你作为朋友，你不应该先出了点吗？再说你对我朋友什么态度，就可以反映出来对我什么态度。爱情的广度就可以反映爱情的深度啊。这理论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冒啊。不过这用的也太表面了吧？这么一有深度的话，被他这么一解读，从字面上看是没啥问题，但是知道这话含义的估计就有点想笑了。这不，一旁的涂磊老师听到这就乐了，不禁当场问了他一个问题：还背了一些什么格言？来，我们听听。背了哪些？这些不是就是感觉到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什么？你觉得最有道理的是哪一句？能够拴住一个男人，胃不是关键，钱包是 No.1。只有一个男人对这个爱情当中投入的成本越高，他越舍不得离开这个恋爱。你还背过谁说的话？就不是背过，就是看的嘛，感觉特别有道理，然后就也时常跟他说呀。好家伙，这是妥妥的花样 PUA 啊！再者说，他能不认为有道理吗？说的没一点是对他不利的。不过既然那么喜欢看各种情感语录，难道他就没看过相互付出的爱情才能长久这话吗？听到女友还在那疯狂输出那些歪门理论，一旁的小赛有点听不下去了。我一直都跟他强调，说谈恋爱嘛，没有谁规定说我必须要给他花多少钱的义务，是不是？在认识他之前，我经常打工嘛，有7、8千的存款，但是到现在我有3000块钱的债了。刚才说这些钱等于都是他花了，还给他朋友花了。我看那个小片里还说还给他家人花的。听到主持人说到这个问题，小赛是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当场诉说起了那些女友疯狂压榨自己的事。那次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部手机，标价3000多，他就是恋恋不舍的就在那玩，就特别开心，就想要。然后我说这手机太贵了，就是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他没法买，咱下次再说吧。立马就火，就不行，就跟我闹。我就找那朋友们再四处借钱，朋友们都怕我了，我就借2000多块钱之后给他买那部手机，当时开心坏了。我每次看到他开心嘛，看到他快乐，我感觉我付出得到回报了。但是后来过了2月之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把手机给他妈妈了。他说他妈妈特别喜欢这手机，让我再给他买一部手机。小赛这番话一说完，可谓是彻底惊呆了全场观众。
实在很难相信竟会有这样的女孩存在，这也太过分了吧。说到这，小赛却表示这还不算严重的呢，更过分的是还在后头。我感觉特别无奈，不仅是给他妈妈买了一个手机是吧，还给有的时候还给他那个爸爸啊买衣服啊，给他妹妹买玩具啊，就是他自己一家人嘛还行。像他那表姐啊、表妹啊那些远房亲戚也都算在内，也要我给他买。那些天哪，这哪是女朋友啊，简直就是一个吸血鬼嘛！难怪小赛说起这事是一脸的无奈与委屈，这搁谁身上不恼火呀？这得有多少钱才能经得住这么糟啊？更何况小赛现在还只是一名学生，哪里能承担得起吗？听到这，主持人不禁好奇地问了他这个问题：兄弟，我问你啊，你这钱都从哪儿来的呀？平常经常做家教嘛，也给人做促销，暑假的时候还在工地上也干过，生活费还是可以的。我这个资料上面说你们都来自河北，是说的这个籍贯，还是说你们的学校在河北？我们学校在唐山。唐山那地方消费高吗？一个月1000块钱够吗？一个月1000块钱我一个人够，但是我每周差不多平均下来要花费400块钱给他。这些钱都是你自己打工挣来的？对，一定很累，对不对？特别累。那你这么累，哪有时间谈恋爱呢？我没有办法，我不可能总跟家里要钱吧。每次在一块儿都是钱，我根本就吃不消，我感觉，而且数目特别多，频率特别高，不打工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听完这段话，在场人都不禁心疼起小赛来。按理说，在他们这个年纪，本就该肆意享受青春，他却在女友的各种私欲下过得这般艰苦，怎么不让人心里有所感伤呢？然而小赛都已经做到这份上了，一旁的女友小童显然并不太领情。听到主持人最后发出的疑问，他还先委屈上了，就是他根本没什么时间陪我，要不然我死乞白赖让他跟我一块吃饭。是啊，您还让他陪您，这不得打工吗？就是但他如果有那么多时间陪我，达到我心目中一个标准之后，我哪会让你花他那么多钱呢？因为我看到就是男人爱不爱你就2个标准，一是有没有时间陪你，第二个舍不舍得给你花钱。然后他没有时间陪我，他如果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话，那证明他是比较留恋我的。你想想你一个人，你陪的时间那么短，你有什么感情啊？你不给我多投入点成本，我怎么感觉你对我有心思啊？小童这番话还真是让人纯就是个大无语的状态。不过他这张嘴还真是厉害，黑的都能说成白的。说着说着，他还哭了起来。现在更应该哭的应该是小赛吧，自己为了让女友开心那么努力的付出，到头来人压根不领自己的好，这是发生在谁身上不得委屈的哭个2场啊？搁这俩身上倒好，男友小赛还没来得及喊冤，小童就流下了鳄鱼的眼泪。怎么着，他是觉得哭了自己就占理是吗？见事情发展到这，一旁的曲老师是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当场说出了自己对这事的看法。那咱就算一本账，你稍等，男生，你给他花多少钱？我听起来1万多，对吧？你给他花了多少钱？可能不到1000。你说他给你花了大概多少钱？多少？不到1000。爱他就要给他多花钱吗？可是我找他陪我，他不陪我呀。怎么放到你这儿就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做了？放在你这儿，全吸取的是对你有利的，怎么享受怎么来。你对他呢？不是，可是他10倍于你的对你的付出。他打工那些东西根本都没跟我说过呀。就他你不叫感觉吗？你不叫体会吗？你不叫陪伴吗？这都网上都有。你得陪伴，你得了解，你得沟通。对呀，我让他陪我，我想跟他沟通，但是他就是没时间。你只要想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在一起的，只不过你根本就不屑得去做而已。没有一项爱情是说我拿来就能去做的，一定要落地。男人给女人花钱，代表男人有多疼爱女人。但女人要知道不去浪费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如果你作为一个被爱的女人，你做不到体谅你的男人的话，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够爱的。正如曲老师所说这般，在这段感情中，归根究底就是小童不爱小赛，她才会这么无底线的去压榨男友。人之所以将爱情奉为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就在于从这其中可以感受到温情。当一份感情只剩下索取与疲倦，那这段感情也许更适合早早放弃。听到这，一旁的涂磊老师也坐不住了，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心中所想。编导说你最喜欢重复的说张爱玲说的，男人不能给我很多爱，那就给我很多钱。这个话本身是没有错，但他断章取义。他没有把整篇文章读了，他就把这一节拿出来，有没有上下的情景？我现在跟你说一下，这句话不是张爱玲写，这句话是亦舒写的。作者并不鼓励这样的言行，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那么现实的选择金钱，而忽视了对自己爱人的爱，而被你们这些人中间一段截取出来，居然成了至理名言。而且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什么要男人给我很多很多的钱，要不就给我很多很多爱。原话是说，要么就给我很多很多钱，要么
就给我很多爱；如果两者都不行，那就给我健康吧。原话是这样的，怎么被你们这些人就胡乱摘抄，到网上连作者都变了，作者都变成张爱玲了。所以说你也是个大学生，你们选择在读文章和读书的过程当中就这么乱读的吗？本来说句实在话，你上来的时候特想骂你，后来看你那迷茫的样子也就算了。确实是有很多东西害了你。了解一个人要了解他的全貌，了解一个作品也要了解他的全貌。就这样。话说到这，是该说的都说了。听完两位老师的看法，此刻小赛是一脸的凝重，随后他便向女友说出了自己现在的内心想法。我真的一直都想找一个能够体谅我、尊重彼此的爱情，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块儿成家立业的人。但是我发现，慢慢的发现你真的不适合我，而且我对你来说，我感觉我太无能了，发现我真的也不适合你，咱分手吧。看到男友现在是下定决心要分手，小童是真的慌了，忙不迭地向男友认起错来。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让你多些时间陪我，如果你有时间陪我，肯定不让你给我花那么多钱。我只是说这算是一个惩罚的手段，如果你感觉到这对你伤害太大，请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一下。非常珍惜这段感情，咱们好好以后在一起，我答应你以后肯定好好改，给我一次机会吧。面对女友此刻的求原谅，小赛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5、4、3、2、1，请开门。来，我看看男生的秘密啊。许是真的被女友伤透了心，最终小赛没有出现在门后，看着一脸追悔莫及的小童，在场人内心估计对此都会有所感触。在这里只想告诉大家，一定要在被爱的时候好好珍惜，不要等彻底失去了再去后悔。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屏幕前的大家对这对情侣有什么看法呢？或支持或惋惜，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